问这生谁做主宰？有些隐秘成为障碍，我这扇窗从未打开，世间一切不可以进来。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，剩低我和我是同类？留下绝密事情纏结在心里，梦想要拼命去追。唯有你最明白我，天窗解了锁，谁想等失去那天悔不当初？我仿佛從頭活過，仿似一生為了什麼？不必怕闖禍，無懼燒起火。马勇，江 Sir， 这个房间。谢谢。妹妹，妹妹，韦医生，你不是约了叶朗晴吗？我刚下车的时候打给欣姐，她说在路上。我也要打给他，但是没人接。江 Sir， 找到度假屋管理员，他有钥匙。钥匙，谢谢。妹妹，妹妹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有打斗的痕迹。我昨晚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回事？这里能看到凶案现场，杨碧欣可能怕附近的命案吓到朗晴，所以带她走。药科，去找杨碧欣回来。叶 Sir。哎呀，江 Sir， 怎么这么多人？朗晴呢？我让黄护士送她回精神病院了，我怕她看到血渍裸尸会吓到。对了，我今天看新闻，说是蓝山的精神病患者姓马，是不是马勇啊？他昨晚来过。厕所那么乱，发生什么事？跟马勇有关？是。昨晚朗晴吃完饭，他说想吃雪糕，我就出去给他买。晴晴，走开！我们一起洗澡。我好想你。别叫！别叫！别再叫了！别再叫了！妈妈，你走开呀！插衣服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再让我看到你，我会杀了你。走！我回房间之后，就去安慰朗晴，然后就没再离开过。马勇整晚也没再来过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。刚才你说担心要叶朗晴做笔录，所以把他送走。对呀，你们每一次问他，其实都是在刺激他。江 Sir， 我查到马勇曾经因为花生过敏进过医院，他负责送餐。院长已经批准我检查他的储物柜。这2包花生粉，你怎么解释 ？Sir， 你是想暗示我之前害过马勇，我跟他有过节，所以这次把他杀了。朗晴很喜欢吃花生糊，我自己有几包花生粉，有什么问题？也许是朗晴吃完花生糊，马勇去骚扰她，才会导致过敏。你不信可以去问朗晴。不过我相信，院长是不会答应的。院长说他刚刚做完行为认知治疗，会比较累，
不适宜问话。你只是打工的，为什么特别关心叶朗晴？Sir， 你当了很多年警察了，对吧？别浪费大家时间。你想知道什么，直接问。你是不是为了叶朗晴杀了马勇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其实，我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。朗晴遇到这种事，我觉得她很可怜，我同情她，所以我照顾她。这个小女孩还差1年就大学毕业，最近参加摄影比赛还得奖了。被那个杀人凶手袭击后，已经精神崩溃。那个凶手今天又杀了一个人。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只是在浪费时间，在这里逼问我这个协助你们的人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江 Sir， 你就这么放他走？为什么不扣留他48小时？要不我找人跟踪他。他现在有所准备，跟也没用。替我查查杨碧星的背景，我要知道他的一切。啊，还有，他说话有口音，我要知道他从哪儿回来。帮忙收拾马勇的东西给他的家人。哎，没想到这么年轻就死了。再让我看到你，我会杀了你！走！不想再看到你！喂，妈妈，你还不回来？李乖，我在楼下，我正准备上去，魏医生，你来了。朗琴做了家庭治疗之后，好多了。我们上去，来。魏医生，哎呀，这里怎么那么乱？别姐，这鞋不是你的。马勇又来骚扰朗晴。如果再一次失去妈妈的话，朗晴这辈子都不可能痊愈。欣姐，让我帮你。
我担心警察早晚会找朗晴做笔录，我怕会影响他。放心，院长很信任我，暂时不会让朗晴接受警方的问话。就算真的问，只要让朗晴照他看到的如实回答就可以了。不对呀，江 Sir 他有很多人手，他是不是查到很多资料？我是不是应该自首呢？我只是自卫杀人，这样会减刑，我很快可以出来见我女儿。我医生，你帮帮我，你跟法官说我有精神病，那我就可以减刑了。万一他们一会儿查到这里，我担心会害了我女儿。他们确实会查到。啊？他们有笔迹专家，有法医人类学家，还有犯罪心理学家，特案组里还有很多精英。他们早晚会查到是血字杀手做的。我研究血字杀手这么多年，有时候我睡醒睁开眼睛，看着镜子，我觉得这只眼睛是绿色的。我要用他的眼睛看东西，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为什么他要用那么锋利的刀切别人的小手指？为什么要用别人的血写字控诉？所以模仿血字杀手，没人比我模仿的更像。你觉得血字杀手会不会出来说马勇不是他杀的？相信我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就不会有任何漏洞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了。查到没有？是不是血字杀手写的？正在量啊。量什么？我在量倾斜度，那90%相似。而字句方面呢，就会因为写在纸上和写在背上的差别，影响写字的节奏。这门学问确实挺深奥的。朗晴怎么样？他没事，正在睡觉。江 Sir 不让其他人问话，要不要我帮你找律师啊？你不用担心我们。怎么会不担心啊？我们是一家人。怎么会不担心啊？朗晴是我妹妹，你是我妈。其实妈妈有句话，应该要跟你说。对不起。他把棉絮放在女主角的掌心，然后看着她紧闭的双眼，10、9、8。当数到3的时候，女主角明亮的眼睛终于睁开，说出了她期待已久的那句话。你骗不了江 Sir 多久。什么意思啊？
这一份叶劲风你搞不定的，你把朱姬叫出来。你知不知道朱姬不喝咖啡？你跟他一起这么久，不知道吗？他不喝咖啡的吗？他喝咖啡会醉。看来你也不是很了解你的另一半，只会叫朱姬出来，帮你解决问题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么多的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秘密，你不需要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如果是朱姬的话，他早就已经知道马勇背上的血字是不是血字杀手写的。你别霸占着身体，你让他出来好不好？我霸占？身体本来就是我的。那臭小子喜欢戴围巾，害我长满了痱子，我没跟他计较。他假装是我亲你，然后害我被你打，我也没怪他。我霸占身体。哼！你知不知道，他说为我写小说，其实在写他自己。他说写我查案，结果写他查案，然后女主角是你。我真不知道你们两个会不会在一起。你帮我叫朱姬出来。我也不是我叫他就出来，那个臭小子很喜欢躲在图书馆里面。什么图书馆啊？你叫他出来啊！我又没去过那里。那平时呢，都是我睡着了他才出来。不过今晚不行，今晚我要看球。还要看球？今晚有英超啊。也不是没办法，上次帮我抓虫的时候，你不是亲了我吗？那个臭小子不就冲出来了？就用这个方法啊，行吗？哎，等等，不许用舌头，不许动真感情啊！朱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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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劲风。劲风，朱姬，劲风，真的是你啊！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见到你啊！喂，幸会幸会啊！哇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虚弱啊？哇，喂，平时多锻炼锻炼啊！外面那几道门，先别说这些。哇，你连语气都跟钉子裤一样，你们很般配啊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没时间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交给他？交给谁啊？你不是怕冷吗？怎么流这么多汗啊？哇，喂，这里好像快塌了。喂，走啊！你跟妈咪和好了吗？你介不介意我也叫她妈咪？这个时候还说这些，走啊！我出现在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替你承受你跟妈咪之间的痛苦。现在你不再需要我了，你放心，我的死没有痛苦，因为我只是一个人格。有了这本小说，证明我曾经存在过，不会被遗忘。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走啊！还说。问这生谁做主宰？有些隐秘成为障碍。我这扇窗从未打开，世間一切不可以進來。難道現實沒人能配一對，剩低我和我是同類？留下絕密事情纏結在心裏，夢想要拼命去追。唯有你最明白我，天窗解了鎖，誰想等失去那天悔不當初？我彷彿從頭活過，仿似一生為了什麼？不必怕闖禍，無懼燒起火。
你不是朱姬，你有没有找到他？全都没了，图书馆没了，朱姬也没了。原来他说的期限真的那么短。他还有一样东西很想给你看。朱姬说她刚写完结局，让我把这本小说给你，但是我在里面想拿的时候呢，它就已经消失了。我想这份纸质版应该没有结局了。他还有没有跟你说别的？他说，只要有这本小说，就能证明它曾经存在。只要不被人遗忘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我记得我最后跟他说过，不用10秒，我也不会忘记的。他真的写下来了。女主角说不用10秒，也不会忘记我。死亡真的不可怕，遗忘才可怕。将来她偶尔想起我，我希望静风会戴上围巾，喝一口热茶，替我陪她一起查案。喂，这个2维码是新的，可能是朱姬特地留给我们的。嗨，朱姬，好久不见啊 Master, hi, I miss you。你从来不说这种话，也从来不叫我师傅，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找我帮忙啊？啊，对啊对啊，我有一些关于笔记的事想向你请教。说了那么多要点之后啊，到第9个要点，倾斜度，就像身体语言一样，主动外向的人，他们站的时候会向前倾斜，因为他们要表现自己，所以写出来的字呢，都会有一点向右倾斜。而内向的人呢，他们站的时候会向后倾斜，因为他们想隐藏自己，所以写出来的字呢，会向左倾斜。血字杀手写出来的字，大部分都小于75度向右倾斜。所以说，他的身体向前倾斜。他们在极端负面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我，他们的智商非常高，善于隐藏和保护自己，而且拿捏得非常小心，所以在人群里你很难发现他们。哎，韦医生，介不介意借你的笔记给我？谢谢。韦医生，你的字迹大部分都是小于75度向右倾斜，无论是倾斜度、区域分布，还有收笔也尽量向右倾斜的特征，跟血字杀手很像啊。对了，为什么你的字迹跟血字杀手那么像啊？韦医生，你怎么解释？你看完最后一页再说。其实每一次绿眼杀手出现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判断是不是模仿者做的，才能够100%的知道字体能不能被模仿。我只是学了几年，就学到了6-7成，全靠劲风提醒我，让身体向前倾斜，才能写出跟绿眼杀手那么像的字体。你的结论是什么？我的结论是，马勇背上的血字跟之前受害人的血字，在多项比对之下，确实有90%半相似。
所以我相信绝对不是模仿犯做的。叶景峰，帮我看这个，是不是血字杀手写的？这些字我在杨碧新填过的表格上看过，无论在倾斜度、区域分布，还有连贯性，都跟血字完全不同。而我的结论是，血字只能是绿眼杀手写的。本来以为只有我跟靳峰知道朱姬的存在，原来朱姬还有第三个朋友。其实朱姬是不是不会再出现？在 DID 之中有很多不同的病例，通常衍生出来的人格都是替主人格承受痛苦，在痛苦根源消除之后，真的未必会出现。真的没想到，他走了还替你安排好了，一个二维码和围巾，就让林教授帮你分析了所有的笔记。还有，朱姬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消失，又担心江 Sir 怀疑你专家的身份，所以一直求我一定要帮你，所以我才会配合你的分析，用你教我的方法，写出跟血字杀手笔记非常相似的字，而让江 Sir 相信你是笔记分析的权威。谢谢你啊，朱姬。叶景峰，干嘛，江 Sir？喂，干什么？最后一次问你，杨碧新跟你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查到，原来钟贵恩只是叶朗晴的养母。这张出生证明是从叶朗晴住过的保良局儿童之家拿到的。杨碧新是叶朗晴的妈咪。你说血字一定不是杨碧新写的，因为她是你妈妈，你用尽所有方法替她洗脱嫌疑。你给了她多少消息？叶朗晴也是你送走的？你妈杀了人，你是笔记专家，你为了误导我们，把马勇的死嫁祸给血字杀手。无话可说。你研究笔记的，你说两句，韦医生已经可以学到9成。无话可说。我没问你问题，不用回答。你妈杀了人，你的尸体上写血字，写的跟血字杀手一模一样。我的结论是，你跟杨碧新合谋杀人，想冤枉我？这样多好！你进来2个小时，终于肯说第2句了。他昨晚一直在指挥中心，我可以替他作证。你每分钟都跟他在一起吗？不是冤枉你，是我们警方不能再信任你。失联卧底，涉嫌放炸弹，隐瞒跟杨碧新的关系。你还有多少事隐瞒我？你也隐瞒了你跟 Madam 星的关系。我跟 Madam 星怎么样？跟案子有什么关系？那你跟莫西辛呢？你在医院后楼梯抱着他，他坠楼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是不是你推他下去杀人灭口啊？你说我跟杨碧新是血字案的疑犯，我说你是爆炸案的疑犯啊，江 Sir。叶劲峰，你想污蔑我？你还不够资格！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关机再打。江 Sir， 我现在没时间陪你玩，我去隔壁房间跟你妈玩。你喂，你暂时不能离开这里。你为什么要隐瞒你们的母子关系？你至少可以跟我说。我只想跟你说，小心江正勋。不是我说的，是朱姬说的。女主角，小心江正勋。我很久没见过这文件。生女儿的人，是不是就有资格当妈妈？
钟贵恩把女儿养大，是不是就有资格当妈妈？我不是问你这些，你是叶朗晴的妈妈，为什么要隐瞒跟叶劲峰的关系？为什么叶劲峰打给你2次，你都不接？我为什么要接？他是你儿子，是吗？这是我儿子替我立的碑。你说我们的关系能好到哪儿去？我这次回来，只是想见我女儿，我根本没准备见她。那为什么昨天你们会在一起？昨天是朗晴的家庭治疗，事先我不知道她会到。她到了，说愿意配合演戏，所以我只是配合她。我们和好了1个小时。马勇骚扰朗晴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他说这些话只是想告诉我们，马勇死的时候，叶劲峰不在现场，没有参与。继续问。你早上做笔录说，你昨晚赶走马勇之后，跟叶朗晴看了整晚电视，有谁可以作证？昨晚11点多，有个音乐节目。我女儿小时候很喜欢跳舞，我把电视开得很大声，让她可以看得开心点，把不开心的事通通忘掉。我开门，我去开门。继续看，继续看。来了。大姐，现在几点了？不用这么大声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吵到你们。我们会把音量关小。小声点，继续看。什么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才吵到你。我煮了一些甜汤。哦，谢谢。晚安。嗯。当时大概几点？我没有留意。煮甜汤应该要1个小时，我想12点多吧。何医生，我想再确认一次马勇的死亡时间。正在写法医报告，大概10点到12点。能不能准确一点？用干温推断死亡时间一直很准确，但是昨晚温差很大，风很大，所以影响了尸体降温的情况。我们只能判断出在这2个小时内。麻烦你把报告发到特案组，我想看看我们的法医人类学家能不能帮上忙。OK， 没问题。谢谢。你再确认一遍，隔壁 C22昨天的入住记录。我再问你一遍，马勇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。你有没有写血字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协助任何人非法处理尸体？没有啊。OK。委任证还给你，你可以复职。江森，你复职之后，第一件事替我带一个重要的人来。谁啊？叶朗晴。他一定知道真相。我有信心可以让他说真话，证明杨碧新在给假口供制造不带上证据。叶朗晴他现在的精神状况根本就不适合做笔录，院长也不会批准的。
喂，要不要派人去帮忙 ？OK， 一会儿见。院长说叶朗晴想过来协助调查，院长和韦医生都评估过没问题，你也没问题吧？何医生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，看看胃部和肠道里面的残余食物。我对虫比较有研究，检查尸体湿润的部位能不能找到虫卵或蛆虫，计算孵化阶段，就可以更准确地推断出马勇的死亡时间。不用害怕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，只要你说真话，就可以帮助你哥哥还有你妈妈。我在外面等你。你冷不冷？要不要脱件衣服给你穿啊？叶景峰，你再不开始就不用在这里，我自己亲自问。朗晴，昨晚11点，你在哪里？昨晚11点，我在度假屋里。你跟谁在一起？在干嘛？我跟妈妈在看电视。有没有发生特别的事？隔壁房间有一个女人来投诉，她说我们的电视声音太大。叶朗晴，我告诉你，给假口供是妨碍司法公正，要负刑事责任。我警告你，你想清楚再跟我说。他才刚刚好一点，你不用这样吓他吧？我看你不会问话，所以替你问。哥，我可以。根据记录，隔壁 C22昨晚根本没人住，你在撒谎。我没有。你跟你妈串通好给假口供，制造不在场证据。说，马勇是不是杨碧心杀的，还是说马勇是你杀的？回答我！不用这么过分吧？你第几当警察？这是谋杀案，连环凶杀案。别吵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真的没有说谎，真的有一个女人来过。我记得她穿这件外套。穿这件外套，现在就清楚了吧？江森，刚找到管理员，他承认昨晚 C22有人住，也就是这个管理员带了一个女人去 C22房间偷情，就是隔壁房间有人住。今天早上我找他拿钥匙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外套有一股香水味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去调查他。那妈妈是不是没事了？全靠你呀。那江 Sir， 就是现在已经证明杨碧心没有说谎，可以放了他了吧？现在只能证明11点到12点杨碧心在度假屋，马勇的死亡时间是10点到12点，他很可能是杀人之后刻意制造不在场证据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们在死者的鼻孔里发现丝光绿莹的虫卵，还没孵化成为蛆虫，所以相信尸体在户外不会超过10个小时。根据法医昆虫学的方法分析，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12点之前。而你们在监控录像里看到，死者当晚吃过便利店的意粉。一般人吃完东西，胃部需要4个小时才可以完全排空。到12指肠需要6个小时才可以完全排空。我们发现死者的胃部已经完全排空，而肠道里还有食物残渣，所以推断他的死亡时间应该是11点之后。所以马勇的死亡时间是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。
这个结论跟法医用干温来推断的死亡时间范围也是吻合的。婉倩，发现尸体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？根据马勇身上的尸斑显示，他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，所以找到他的地方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不是杨碧新做的，会是谁做的？是绿眼杀手。我看过马勇的验尸报告，他的手指跟之前的案子都一样，小手指被很锋利的刀，而且用了很专业的手法切掉，切口干净利落。不过这些手指，他一定会好好收藏。对他来说，背后可能有重大的意义。不相信別人，怎可教出我心？將一位真我籠裏囚禁，誰有妄想走近？不相信未來，才埋沒感情，不稀罕去被愛。如何避免沒有大結局，有傷害？其實我期待着愛情相當固執，太小心還是太聰明，偏偏錯失。怕是誰成為習慣地天天對着放不開，才突發消失。承認我提防着自成一天變質，自信心頭上有光環，始終破黑帶着痛，長期